我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徐炳坤老师。那我是一位教经济学的老师。今天的演讲内容比较适合采教学实务成果升等，然后是升等副教授。我是2010年取得博士学位，隔年用学位升等助理教授，2021年用教学实务升等副教授，2011到2021 10年磨一剑。升等真的好难。是的 ，but hard does not mean impossible。渔夫出海捕鱼去了，其实在出海前，他们并不知道鱼在哪里，可是他们还是选择出发了，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终究会满载而归。人生就是这样，选择了才会有机会，相信了才有可能。机会永远是留给真心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所以我想要问线上的老师，你真的有想要升等吗？你真的有想要升等吗？其实 you are always one decision away from a different life。很多人说升等不容易，以前我们不愿意尝试，但现在如果愿意试试看，这一点点的勉强，就是一个可能会带来巨大成就的改变。升等好难。You never try, you never know。其实试了才知道有没有机会嘛。那教学实践研究生等112年度提出了案子有112件，其中92件是通过的，通过率高达82.14%。以升等副教授最多，通过的学校类型以技专校院最多。曾经获得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并且成功升等的，从一开始108年的13件、37、43、55到112年度的57件。所以升等真的很难吗？未必。不过对我来说，升等我好懒。我是一个喜欢教学胜过做研究的傻瓜。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备课，精进我的教学，但我的同事比较聪明他们呢是重研究、轻教学、拼升等。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身边的他，还有他，怎么都已经升等了，心里出现了好多好多的酸葡萄。那我的身边开始有两种声音，第一个声音是小天使，他跟我说加油加油，赶快升等。但是小恶魔却跟我说不用，当一个良师就可以了。我喜欢教学，但问题是传统的教学法并不能够改变教室里的风景，所以我做远距教学，通过数位课程认证，成为教育部数位课程认证讲师。我尝试创新教学，采用游戏教学法，也累积了不少成果。这些都花了我无数爆肝的夜晚。但是我想要跟各位老师分享 ，Do good, it will come back to you in unexpected ways. Your hard work will pay off more than you think。我的一开始，我的初衷真的不是为了要升等，我只是不想要看见教学变成我讲我的，你睡你的，我认真讲课，你却认真滑手机。但是后来水到渠成，数位课程认证让我写成了升等的参考作，游戏教学的点点滴滴，我写成了升等的代表作。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其实他最怕的就是紧箍咒。教学升等对我来说也像是紧箍咒一样，这10年来总是挥之不去。有时候觉得升等又好像高空弹跳，我有惧高症，想跳又不敢跳，这个时候我最需要别人踢我一脚。那踢我第一脚的是，有一天我参加完学校的研习，从8楼要坐电梯，突然电梯停在6楼，是应用英语系的办公室。电梯门一打开，我看到了这句话 ：Sometimes later becomes never。我觉得刹那间好像是上帝在跟我提醒，赶快升等，
不然你一直拖延，到最后是不会发生的。那我也想跟各位老师说，我们常常会这样子 ，I will do it tomorrow, but sometimes tomorrow never comes. We wait and wait. If you want something, you must begin now. Your time is now, and you are ready. 其实不管什么事，决定了就立刻去做，没做之前怕得要死，做了之后才发现，好像也还好。那踢我第二脚的是2021年2月一通电话，这是当时的管院院长打给我的。他说：炳坤，你有没有想要提升等？如果有的话，记得在3月底之前要提出来。我回说：院长没有我暑假再写，那我9月底的时候再提就好了。哇，又来了，我又在骗自己了。这10年来，我每一年都许下2个愿望，希望暑假的时候能够做到。第一个就是升等，第二个呢就是运动。不过2件事情都没有达成。那后来院长在结束电话之前，就用一个比较不太开心的口气说了：啊，你不要再拖了，这样子。我突然发现，我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别人提醒我这件事情？当下觉得好丢脸哦。所以呢，我就开始呢，进行我的升等。那踢我第3脚的是2018年8月22号一场改变我的研习。我非常的感谢中央大学郑宝志教授带我领略游戏教学之美，玩游戏学经济，真的开启了我无限的可能。那其实参加研习工作坊，去了解别人的经验是最棒的。那我都告诉自己，只要有一句话，我觉得有收获，那场研习、那场工作坊就值得了。我的孩子正在念小学，那学校也会利用星期六举办亲子座谈，学校会担心没有家长来，于是，在联络簿上就会写，如果家长愿意来参加亲子座谈，会得到5颗星，那10颗星可以换1张荣誉状。我真的就是为了要这10颗星星去参加这场亲子座谈，所以当天我带着我的笔电，然后呢，我没有什么认真听，可是后来我突然听到心理师在说4种类型的婚姻互动，我眼睛一亮，赶快拿起我的手机拍下来。我突然想到，那我的教学现场似乎也是这样子。当低情感跟高冲突的时候，这是一种敌意教学。可是我希望追求的是跟学生之间有高情感而低冲突那样子的持久教学。我就把这样子的内容做一个转换，放到我的升等的代表作。那升等好难吗？其实走过之后发现不会。可是我希望各位老师，升等这件事情要赶快做，你才能够远离不安跟酸葡萄的心理。我是在2021年4月正式启动我的外省，隔了半年我就升等成功了。这一路上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我觉得我是不太可能升等成功的。那到底要怎么开始这个升等的过程呢？我想建议老师，第一步是了解规定，第2步是盘点自己，那第3步呢是规划课程。首先在第1步了解规定，那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做法，南医大的系院校的升等呢，其实差不多。首先在送审的基本门槛，以升等副教授为例，必须是助理教授3年以上。那特别的是呢，你在申请升等的前1年，你一定要接受学校的教师评鉴，那评鉴的总成绩要达85分以上，才可以提出申请。各位老师，如果你们学校的做法也有类似这样子，可能你就要稍微小心一点点，你的评鉴成绩必须要达到门槛以上。那以教学实务成果升等，必须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第一个，申请升等副教授至少要有2篇以上的公开著作，或者说你近3年的教学评鉴成绩是院排序的前30%，或者你曾经获选为院级或校级的教学卓越教师1次以上。
第三个条件之一是你的教学实务报告必须要公开发表，那教学实务成果的光碟以及教学历程的档案要送交3位外审委员审查，而且要获得2位以上的推荐。第三个条件可能比较特殊，我不清楚贵校是否有。那我们学校是多了一个叫做外审委员的推荐审，所以我必须要在4月初的时候赶快有一场公开的发表。这是当天的活动照片。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当天负责录影的这个工读生，他在会后对我的鼓励，因为那时候要升等，其实自己的心情也是七上八下的。那学生的鼓励其实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强心针。一般送审的流程大概就是系教评、院教评、校教评跟教育部。可是我们学校的规定是，如果采取教学实务升等，还要多一个系外审的推荐，就是刚才有跟各位老师报告的，要把你的教学报告以及光碟等等资料送给3位外审委员，其中2位外审委员呢要推荐。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个审查意见表勾选优缺点，然后至少要有2位的外审委员推荐我可以呢正式启动我的系外审。那以教学实务成果这种技术报告送审的教师资格的审查基准，大概就如同画面上老师看到的，也就是说在课程也好，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体运用等等等，你是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学习成效，或者具有一些重大的贡献的成果，才可以用技术报告的方式来送审。那送审的老师要缴交一个50分钟为原则，但是不得剪接的实际教学的影音。而送审的教学实务成果报告内容必须要包含下列这5项：第一个是教学课程或设计理念，第2个学理基础，第3个主题内容及方法技巧，第4个是研发成果及学习的成效，以及第5个创新及贡献。某个角度来看，其实有点在写你自己的论文，所必须要有5个重要的章节。那升等各级教评会审查的程序，一般就是系、院、学校的实质审查，也就是外审；校教评就是通报给教育部。首先是初审，就是系教评，那针对教师的升等指标、门槛标准进行审查，决议通过之后呢，送院进行复审。复审是院教评，一样也是针对老师的升等指标、门槛标准进行实质审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检附相关资料送教评会进行决审。在校评会决审之前，学校会先办理实质审查，也就是外审。那决审校教评的评分项目包含2个，第一，送审人取得前一等级教师资格近3次的教学辅导与服务的平均成绩，这个成绩占总成绩的 30%。第2个是外审成绩占总成绩的 70%， 2项加总成绩要达80分以上才视为通过。那6位外审委员还有一个规定是，平均分数必须要达80分以上才算通过外审的部分。其实以科技大学的老师来说，我们常常会戏称自己是胡椒盐的人生。胡指的就是有服务跟辅导的成绩，教是教学的成绩，研是研究的成绩。如果贵校也跟我们一样，有把老师的教学、辅导与服务的平均成绩算在你的升等成绩的其中一个部分，那我会提醒老师们，在你要送升等之前几年，这些成绩都要有一定的标准，不要太低分。好，在作业时程方面，我们学校的教师升等案每学期是办理1次为原则，所以刚才才会跟各位老师提到，2021年的2月，院长打了一通电话来提醒我，
如果是3月要提升等的话，那么2月就要开始准备这件事情了。那各位老师也不要错过贵校的这些作业时程。我们学校有一个辅导暨奖励教师升等的要点，那有提供1万元来补助升等的老师支付印刷装订费等等。所以各位老师我们学校的规定可能跟贵校会有一点点不同，而你也知道办法随时都会再改，所以你要记得要更新哦。好，第2个步骤呢是要盘点自己。那我们学校对于升等有一个表格，叫做专任教师升等应该减负的资料查核表。那这个表格其实对我来讲帮助很大，我可以透过这个检核表来了解自己的送审资格到底符合了没有，送审应该缴交的资料我交了吗？所以符合资格了吗？资料缺什么？那老师们就要赶快做，赶快补做。第3个步骤是规划课程，教学实务成果升等，老师们的课程一定要有特色，一定要有亮点。那更重要的是，你的课程必须要能够呈现出学生的学习，还有你自己教学的历程。或许这句话讲的并不是很公允，用学术研究升等的人可能比较会看不起教学实务成果升等。所以为了提高含金量，我建议各位老师最好能够结合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那我自己很幸运拿过5次，大家都说我很厉害，其实我觉得还好，我是真的有努力，但是呢也遇到不错的运气这样子。那这是我自己的历程。那最近我遇到一个老师，他的历程呢真的是更让人家觉得敬佩。他一样拿5次，但是他前3次是失败的，但他没有放弃哦，他继续努力，最后呢，他连续得到5次教学实践研究计划，而且他还曾经拿过绩优计划，所以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真的有它的难度。如果老师也想要申请的话，你要告诉自己就是这位老师的经历，他能，我们一定也可以的。所以每一年当那个教育部公布那个核定结果的那一天，我一定会马上上网看当年度所有的学门，每个老师的研究的题目是什么，我会把它下载成 PDF。那我自己也会花点时间去了解绩优计划的老师，他到底是怎么执行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他们的经验都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教学实践研究计划，老师们应该都知道，它是会绑课程的，所以这件事情呢会花点时间。那老师们应该要及早做，而且在过程当中，你必须要跟学生有很多的互动。那我真心觉得还好，我有赶快做，不然的话呢，我如果一直递延，我可能就会碰到疫情，那么我的升等，我的游戏化的教学，大概就没有办法完成了。那除了申请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其实老师们还可以投稿，提高教学实务升等的质与量。那有很多有关于教学实践的这些期刊老师们呢也可以呢试着去投稿。接下来我想要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老师聊一聊教学实务升等的报告的撰写。其实我一直觉得升等对我来说我很懒得去做，那原因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写升等著作，因为我身边的老师其实都是采用学术研究升等，所以我没有范例可以遵循，我根本不知道升等报告它的内容要放什么，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这样子。好，所以我就参加其他学校的一些研习讲座，听听看那些曾经成功升等的老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底下是不同的老师分享给我的资料，每次看到这些老师整理的资料，我的心里就会觉得好慌，然后就觉得哇，他们好厉害哦，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教学、自己的课程用这样子的表格整理的这么完整、这么漂亮？所以
我一直问我自己说，我也能够写出这样子吗？我的经济学的课程能够写出这样子的教学实务升等的报告吗？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很难，我好像也做不到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去尝试升等。直到我遇见一位老师，我问他说：“老师，教学实务升等报告到底要怎么写？有没有制式的格式或范本？内容要放什么？是不是一定要像刚才老师们看到的那些曾经升等成功过的老师的教学实务报告，要写的这么酷这么炫呢？”那这位老师跟我说：“其实不用，我们应该要非常真诚的。”然后呢，一步一步、清清楚楚的交代你是如何进行教学实践，你的教学如何改变学生这个历程，你就老老实实的把它交代清楚就可以了，不见得要把它写得很酷很炫。好，当他跟我讲完这句话之后，我的心终于定了，因为我是蛮能够认同他这个观点的。所以我在2021年的3月，我每天早上呢就早点起床，开始写我的升等的代表作跟参考作，然后上了课回到家又赶快到书房再来写。我觉得那一个月其实我过得还蛮开心的，我的写作也还蛮顺利的，因为我就是 follow my heart，然后把我整个教学实践的辛酸的血泪史呢，就把它诉诸成文字。那对于我来说，因为是曾经自己深刻经历的过程，把它转换成文字，对我来说就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但是我自己在写作上面呢，我喜欢在每一个大标题之前呢，之下给了一个小小的标题，我称它叫做画龙点睛的小标题。例如我在写第4个部分学习成效的时候，我就写了这个标题：游戏化教学让艰涩的学问变有趣。那我想要透过这些小标题，也可以快速让审查者知道我那一个部分主要撰写的重点的内容。像在创新及贡献，我就写上学生曾经跟我讲的这句话，他说：“老师，以前我的经济学都只能够硬背，遇见你之后，我才明白什么是经济学。”所以我自己认为我的教学实务升等的著作比较不像一般八股式的那种写法，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种温开水一样。我试着让我的写作的内容是有温度的，就是像刚才那位老师的建议，我就是很真诚的把我整个的历程呢写出来，告诉委员我是怎么做的。所以我试图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要感动审查者，希望能够获得他的认同。不过内容不能够乱写，依照我们学校的规定，就是必须要包含这5个部分，就是教学课程或设计理念，要有学理的基础，主题内容及方法技巧，研发成果及学习成效，还有创新及贡献。所以老师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贵校的相关的升等办法里面有没有提到你的教学实务成果的报告需要包含哪些内容。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五个内容是可以给各位老师们做参考的。好，当然啦，这个办法后来有更新，就从左边黄颜色的标题改变成了右边蓝颜色的这些标题。不过大致上其实呢都差不多，都差不多。这是我升等代表作的目录，接下来是升等参考作的目录，一样都有那5个章节。审查者的观点，我建议各位老师不要忽略研究跟量化的组合，还是希望各位老师的升等的报告里面要有一些统计的分析。那如果你能够同时结合量化分析跟质性分析，我个人觉得那更棒。对于教学实践来说，这会是一个完整多元的分析，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学生学习历程的改变。所以我努力呢，让审查者可以感受到我对教学的热忱付出，我对这个升等著作撰写的用心，我的升等著作是有内容的历程，以及我做了一些
可以帮助审查者快速了解我的，例如说像是摘要、事迹表和温馨提醒等等。那其实摘要我大概写了3页，它就是自传了。然后呢，比较重要的地方我会用蓝颜色 highlight 起来。例如说，我想要让审查者知道，在过去这几年，我总共执行了71场的游戏教学的活动。那我拍了将近有19743张的照片。其实希望就是他能够知道，我对教学的部分，我是真的很认真、很用心的。那个人的基本资料跟重要事迹，我是用列表的方式，就像履历表一样，我透过条列式的方式，希望审查者能够快速知道我的优良的事迹或者一些荣誉等等。那温馨提醒主要是我这几年的教学活动有大量拍摄照片跟录影，那我希望审查委员如果时间可以的话，能够登录我的云端硬碟，因为里面有很多我执行教学活动所拍摄的活动照片，这样子，所以我会附上我的云端硬碟的账号跟密码。那这是我升等代表作其中1页，也就是呢，我尽量能够让升等的代表作看起来是排版很漂亮啊，然后是有内容的，所以我有附上照片，也有附上影片跟 QR code。那我觉得 QR code 是一定要的，因为你给审查委员的应该是书面资料，所以如果你只有网址的话，他可能还要自己 key in。但是他如果可以扫描 QR code 的话，他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你所提供的资料里面。那这是另外1页，我在课堂上呢拍了565张的照片，也上传到 Gmail 的云端硬碟，提供给审查委员了解。那教学实践研究计划，我采用的游戏教学活动的一览表，对应的游戏名称、课程，还有拍的照片的张数，以及提供的这个云端硬碟的网址、账号、密码。那教学实践研究计划，我有些会摄影，那我也都把它上传到 YouTube， 然后提供那个审查委员这个 QR code。那其实我想要跟老师讲，就是当我在进行升等的时候，我已经拿到我第一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就是109年度，不过当时还正在执行当中。那我只好罗列了我过去曾经参与一些经济学游戏教学研究计划的这些结果，来佐证我的课堂采用游戏教学是真的能够提高同学们的学习的兴趣、课堂的参与，以及呢能够促进他的学习成效。所以包含了107年我参加郑宝志教授的教学实践研究计划，还有我们学校给我的专任教师的研究计划，以及最后一个我自己的第一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那这个表是罗列了我的游戏教案的名称，以及这个游戏所对应的经济学的理论跟课程内容。那生活其实跟经济是分不了的，有密切的相关，所以我也结合了一些生活议题的经济学的游戏教案，以及拍摄的影片提供的 QR code， 我在同台教师专业社群的分享。好，各位老师，我刚才有说过，我是一个喜欢教学，但我不喜欢做研究的人。可是，在大学老师里面，好像不升等，会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那我自己知道，我不可能用研究这个方式来升等。那教学实务升等，开启了我另外一个可能性。那我刚才也说过了，游戏教学让我可以改变教学的现场，所以只要我执行游戏教学，我都会大量的拍照，然后我就会把它做成像这样子的影片，然后再搭上我想要跟同学们说的话。到了第18周，当我把课程上完，当我把考试的相关资讯说明完毕之后，同学们就会很吵，因为他觉得这个学期已经结束了。那我就会安安静静的走到教室的那个开关，把它所有的灯都关起来，
然后学生都不知道我在干嘛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放我的影片。那刚才影片是刻意的，一开始是静音的，然后声音会慢慢的变大。那我就发现，哎，瞬间同学们都安静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 PPT 的荧幕，然后他就看到这一个学期以来他整个学习的历程。那我也很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过程让我的审查者知道，所以在我的教学实践升等著作里面呢，我就放了这个部分，也把刚才那个影片烧成光碟这样子。好，在附件里面呢，我有放每一个游戏的学习单。那这是宫里真鹤的学习单，那一年他从日本的冲绳来念我们学校，可是他的中文真的不 OK。所以我发现，哎，他怎么会用日文来回答我的学习单？可是我日文又不懂，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同学帮我翻译，因为他曾经去日本留学过，他因为疫情而被迫回到台湾来复学。那粉红色的就是宫里真鹤，他告诉我他的学习心得。那我觉得太棒了，这个真鹤的学习单似乎可以证明我的游戏教学突破了语言的障碍，让学生真的可以从做中学。主动参与我的课堂教学，所以我也把它放在我升等主要著作的附件里面。那今年的7月，真鹤终于要毕业了，那他的爸爸妈妈也从冲绳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那我从以前到现在，只要有游戏教学，我就会大量拍照，所以我把这71场的游戏教学活动呢，也列了一个表，全部都放在云端上面。那一开始早期同学们的学习单是用手写的，是纸本的，会后我再请同学帮我打字。那老师们也知道，现在大学生根本就不买书，也不会带笔的，但是他们愿意坐下来，然后写这么多的文字的回馈，我只能够说，那代表教学现场他有感受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也把同学们的教学意见回馈当作是一种质性的分析，放在我的附件里面。这是课堂教学的录影的网址跟 QR code。那曾经很幸运得到台南市的 Super 教师，我也把这个当作是附件。所以我努力让审查者感受到我的用心，但问题是这个效果我真的有做到吗？好，这是一个秘密这样子。2021年的9月16号刚开学，我的学生他去上硕士班的课程，另外一个学校。在另外一个学校里面呢的第一堂管理经营学的课，这是他跟老师的对话，他跟我说的。炳坤老师，这几天我在管理经营学的课堂上听教授说，你升副教授的恭喜老师是叉叉叉教授。一开始上课，教授先问我是不是来自台南应用科大，我说没有错，然后就带到说，诶，我们系上是不是有一位老师叫徐炳坤老师？教授说，因为看你很努力，很积极。资料也做得很齐全，透过好几次的审核，就打了一个分数让我过了。教授有说他跟我不认识，他跟你不认识，但因为看你很努力也很积极，所以我想学生给我的这个 line 让我觉得我刚才所做的一切似乎是有打中这个审查委员的心这样子。好，教学是双向的，没有课堂里学生的参与，我的游戏教学终将是一场独角戏，那我也不可能升等成副教授，可能我这接下来都还是活在那种酸葡萄的阴影里面，所以我非常感谢学生帮助我升等，救我脱离苦海。那这个班级很特别，我曾经担任过他们2年级跟3年级的导师，大学有8个学期，我教了他们7个学期，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在大一的时候遇见他们，他们很勇敢，一起跟我尝试游戏教学。那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参与，让我有大量的资料可以佐证学生在游戏教学之下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会后当然也收到一些学生给我的恭喜留言这样子，不过画面上各位老师看到的都是很少来上我的课的，但是很有趣的，他们却是很有心，
然后会留言给我。那其实我发现我的学生只是对于学习没有很大的兴趣，不过他们都是很好的人这样子。好，还有一些其他的提醒，就是呢，我们学校规定要有50分钟的影音教学。那我记得那一天，我找了一个学生用手机帮我录影，那我跟他说50分钟，那讲完我就走了，因为当天要录影，那游戏教学有很多事情要准备，有教案有教具，我还要稍微想一想整个过程我该怎么进行，然后气氛的掌握，而且这50分钟是不能够剪接的。好，学生也真的帮我录影了，会后我一看，哇，怎么真的是50分钟啊？就在50分钟那一刹那，他就终止了录影，所以影片上非常非常突兀，因为我突然就结束了。那当我把这个影片输出的时候，它竟然是49分钟58秒，我吓死了。我想说，糟糕，这会不会变成是一个瑕疵？我没有交出一个50分钟的影片这样子。不过后来还好，应该是没有人注意。那我这个插曲也是让老师们知道，如果你将来有录影的话，是可以跟学生沟通好，然后跟他说至少要50分钟，不要定50分钟马上就切断录影。那我尽量把所有东西能够佐证的资料都烧在光碟，可是光碟真的烧不进去，所以我买了行动硬碟、随身碟。可是很奇怪耶，随身碟的空间明明够大，为什么却放不进去？没有办法复制贴上。后来我才发现啊，必须要先把 USB 随身碟格式化，格式成 NTFS 格式之后，你就可以呢把你所有资料放进去了。那这个也让老师们知道一下，代表作1本，参考作2本。我告诉自己，我只有3月份那1个月我可以完成这件事情，那我一定要先写出第1本，先要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得下来。那因为我曾经有参加过那个教育部的数位课程认证，所以资料都还在。我很快整理之后呢，我第1本就出来了，大概500多页，很厚。影音店老板说，如果继续再厚下去，大概就没办法装订了。所以我完成第1本之后，我就写了第2本，接着再整理第3本。现在问题来了，到底哪一本该成为我的升等代表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我想说，远距教学这个著作有500多页耶，分量非常非常的重，应该 OK 吧？好，我想要让它成我的代表作。不过后来院长呢推荐我说，应该是游戏式教学这一个才能够真正代表你的教学，所以我很高兴呢，我有采纳别人的建议，让这个游戏式的教学成为我的代表作。那我自己的家里的电脑有一个资料夹，叫做我的多元升等，里面有更多的资料夹，我把每个资料都做非常详细的分类跟整理。那我自己还有一个 Excel 档，就像这日记一样，我记录了那一个过程当中我发生过一些重要的事情，才可以做追踪。那参加研讨会的话呢，我只有放有 ISBN 出版的研讨会的论文集。最后是这一个系统，大专教师送审的通报系统，老师们一定要记得里面的资料务必要正确，所以一定要 check 再 check。好，南医大规定，当我升等成功之后，我的代表作跟参考作必须要公开出版。那我就去问出版商，他说可以帮我出版，但是基本量是100本。我想这种东西应该没有人会买吧？100本，那代表作1本，参考作1本就200本了耶。后来我到成功大学的附近呢，找了影音店，终于有一家影音店非常佛心的，愿意帮我申请国图的 ISBN。那有2本，其中1本很快就回来了，但是另外1本隔了1个多月都还没有回来。我想问又不好意思问，因为他们很忙，影音店真的非常忙这样子。后来鼓起勇气问了，我才发现原来负责的小姐只送出1本，另外1本呢，她以为已经送出了，实际上是没有送出的。那这些插曲呢，都发生在我的身上，也提供各位老师呢参考，以后呢也要小心一点。好，最后是今天分享的结语。那台大的教授
为了要升等上吊自杀，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新闻。所以我想要跟各位老师说，升等不是你人生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如果你看得开，就不要做也没关系，因为我认为认真用心教学也是功德一件。但如果你像我，终究逃不了世俗的眼光，无法忍受有些老师真的不怎么样，却也升等成副教授或者是教授，这种酸葡萄的心理折磨了我10年。那我就会劝各位老师，那我们就赶快做，用心做，做好又做满。其实人生一场，繁华都是梦， reputation matters。 我自己的教育理念是，若爱请深爱，若教请全力以赴。那教学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做困难的事情，它才会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在结束之前，还有这3句话要跟各位老师分享。升等的过程一定有它辛苦的一部分，但是不要忘记了，勤奋必丰收。会前主办单位有给了我4个老师们的提问，那我想第1题、第2题跟第4题，或许在我今天的分享里面都有提到。那如果老师还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交流的话呢，会后老师可以写 email 给我，那我再把我所知道的部分呢跟老师们分享。那第3题，升等论文属性一定要教育类吗？就我自己个人认为不一定，可以是教育领域，也可以是你专业领域的论文。像我自己的那2篇公开著作 paper 就不是教育领域的这样子。好，最后就祝福线上各位老师升等顺利，平安健康，谢谢大家，谢谢北科大团队，谢谢。首先也是非常荣幸，跟开心可以接受到北科大团队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算是教学实践研究升等这条路上的一些经验这样。那我今天分享的算是路径比较像是说，因为我们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们就是中山大学比较定位成是研究型的大学，所以虽然我们也是有教学实践研究这条升等的路，但是我们比较定位成叫教学研究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就是如果大家的学校里面主要的升等管道也是教学研究这一条路的话，那大概可以怎么样子准备？那其实我主要就是想要走这条路，因为是从副教授到教授走这条路的动机还蛮简单的，就是我那时候是学校的副教务长，然后我们学校一直想要推就是教育部的那个多元升等，然后虽然有教学实践研究这条路，但是听到很多声音，就是公院跟理学院的老师不太可能会去选这条路，也不太可能透过这条路来升等。我一直都觉得蛮好奇，也蛮质疑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说，如果这个真的走不通的话，那这样硬推这条路好像也不太有意义这样。所以我自己就想说，那不如就我自己试着来做做看。那刚好我跟炳坤老师还有很多线上老师一样，应该都是对教学算是很有热情，也有兴趣这样。所以我就一直都在做那个教学实践研究的计划这样。那我就想说，是不是说如果我能够透过自己的经验去说，只要我们持续的执行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并且也透过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成果来做一些发表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来走这一条路？那蛮开心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主要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教学研究这样子的路上，应该是有办法可以走得通的这样。所以大概我主要待会的重点，主要就想跟大家分享，应该是第2项的一个部分，就是大概会跟大家来看一下，所谓教育部对于这一条路上面可能有一些要求，就是但那些要求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一步一步的达成，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策略跟历程，那希望让大家对于这条路上能够有多一点的想法这样子。好。那一开始我只是很快的让大家看一下说，就是现在多元升等应该大家都知道，不过在我们学校里面走多元升等，尤其是教学研究类的，其实真的是非常少这样。
那就是要达成什么样子的门槛才可以走这条路，就如同炳坤老师刚刚最后一页说的，蛮认同的，应该就是看各校自己的一些规定这样。那在我们学校这边大家看到的是我们自己学校在这个门槛上的一个规定，因为我们学校是那个自审的一个学校这样，所以基本上就是 follow 学校的一些规定。那因为同样还是因为我们学校定位成是教学研究型的一个大学，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即使是走这个教学研究类，在我们学校里面还是规定要有自己研究领域的 SCIE 的期刊论文，或者是国科会的计划。那比较特别的是，还要在我们这个职级有获得我们全校的杰出教学奖1次，因为我们全校教学奖1年最多就只有3个人而已。那或者是教学绩优2次以上，然后另外就是要有教学研究的一个著作。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学校里面蛮多老师只要看到这一条，特别是公院跟理院的老师看到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好像还是回来走这个一般研究类比较实际一点。不过我自己的经验还有跟一些老师交流的经验，也是发现到有些老师真的比较多是在希望能够透过教学带给学生比较多算是影响力，就像刚刚炳坤老师的例子，还有很多线上老师可能也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所以就是在这条路上特别是说在教学研究著作跟这个奖项上面我自己的经验是说，我想应该透过教学实践研究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也越来越多人申请的这个方式，应该是有办法能够完成这2件事情这样。那至于第一件事情至少它跟一般研究类的门槛比，它已经就比较低了这样，而且在送升等的时候，我看这个只是我们算是校内的门槛，但看外审委员的算是听到的意见，他们还是比较在乎可能是第3项如果能够有第2项一些奖项的话，其实就是能够更加的去佐证说你的教学研究的成果是有代表性跟影响力的一个部分所以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很快速的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这样。那我为了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本来其实我一开始会做那个教学实践研究，就是因为对教学有兴趣刚好看到这个计划出来，又是强调说是为老师自己所做的一些计划，并不是为了系上或学校，所以我就觉得蛮有吸引力的，然后就一直投入在那个里面。那既然就已经做了好几年了，我就想说这里面的结果然后再去对照，因为那时候为了想要看说是不是可以透过教学实践就来升等，看了一下教育部的一些规定教育部讲的应该是算是原则性的一些东西这样。那实际的门槛跟审查方式应该如果是自审学校，应该就是看学校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就想要设定一个方向，说就是说以这个教学实践就计划为主，就是如果老师们其实也蛮投入在这个计划里面，专心做这个，然后把那个成果好好整理一下的话，是不是就能够算是透过这个管道去肯定老师在这上面的一些表现。我想要就是用自己来当做一个例子，特别是想要让公院跟理院的老师知道说，如果他在公院理院里面，他对教学投入很多，他还是有机会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升等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你如果持续做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更容易去呈现说你在教学上面的一些热情跟成果。那申请这些奖项，我想应该都是为了应该说可以更加肯定你的一些表现，也更容易让你被看见，因为毕竟你有那些教学实践研究的一些成果的一些部分。这些到时候在提升等的时候，任何的奖项你都可以把它包装成是去呼应到你教学实践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那因为我是走那个教学研究升等，所以就必须要有算是研究论文的一些产出这样。那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到，其实我在升等的时候，主要是以这个第1篇、第3、4、5这4篇作为主要的期刊论文去做算是送审。那第2篇这个那时候申请升等的时候还没有算是正式发表，所以那时候并没有放在那个里面。
那也借这个算是这个论文发表的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炳坤老师也有回答到师长们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一定要教学相关的一些期刊这样。那以我的经验来说，应该不需要投到教育学门的期刊，但因为我走的是那个教学实践研究升等的路，所以我想我那时候想说比较保险，应该我要投的期刊就是要跟教学实践研究有关这样。也就是说，教学实践研究跟教育学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应该是教学实践研究主要是以我们自己的教育现场为主，去看我们的教学方法是不是有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发生了什么样子的现场的改变，到最后我们怎么去呈现成效的部分。那如果是教育学门的部分呢，就会比较像是要开发一个很新的教学理论啊，或者是很新的模型啊等等的一些部分。所以对我们就是非教育学门的老师来说，投稿到教学实践研究相关的期刊，应该是我们相对来说可行的一件事情这样。那如果大家到教学实践研究的专办的网页上去看的话，他们其实有推荐了几本，就是焦点是放在教学实践研究的。因为我其实也有尝试投到比较偏教育一点点的，可是会发现到那边的焦点跟教学实践研究看的焦点还是有蛮大的一些不同。譬如说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样本数的部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结果投稿到教学相关的期刊，应该蛮容易被质疑我们的样本数都是非常少的。可是在教学实践研究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实务上的一些现象，因为我们关注的只有我们算是教学现场的问题，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现场去检验一些成效，然后去提供实务的一些建议，然后也希望说这样子的实务建议能够给其他相关领域的老师一些参考，那他们也可以去接着来做实践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后来就是有被接受的期刊，主要也都是教学实践研究的。像第一个这个是清大的那个大学教学实务研究学刊，那另外的这个就是教学实践研究期刊，就是教育部官方的那个期刊的部分。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蛮推荐给老师们说，如果你已经有教学实践研究的一些成果，然后你可以尝试去把你的结果去投稿到这些期刊上面，然后去看看说他们给你的一些意见，然后去做一些算是调整跟修正，你的算是成果就会越来越接近升等想要看到的那些结果的一些部分。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来试的。那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到说，其实我算是从一开始只是对教学有兴趣，到最后能够透过这个管道来升等，其实当中有一些我自己尝试过的一些算是心路历程跟策略，那等一下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然后有老师提到说，在整理资料的部分，其实在我们学校里面都已经有规定的，算是可以说是很具体或是很死。如果要提升等，那应该要送哪些资料？那比如说教学的成果啦、研究的一些成果，它其实都写得很具体这样。那唯一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写的没有那么清楚的，可能是说就是在升等送审资料的学术成果简述这个部分。但我自己那时候在整理的时候，我的经验是说，如果是要强调我们自己是走教学研究的这个学术成果，其实主要就是可以放几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个期刊论文的部分，研讨会你也可以放，因为在教学实践研究这条路上，好像没有像算是领域的部分强调只能够放期刊论文。那因为我那时候算是可能是我们学校里面公院里面第一个尝试的，我觉得好像有点风险这样，所以我不是很确定4篇的期刊论文对于外省的那些委员来说，他们觉得是多还是少？如果以我们那个工程领域的角度来看，4篇其实是蛮少的这样。可是如果是教学实践研究，其实4篇期刊论文，它可能代表的就是你4年的算是努力的一些结果，因为1年就是执行一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那你
就是能够有4篇，就代表说你可能至少是有4年的期间，而且你都算是很努力的把这些成果就是不间断的一直去做发表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不是很确定说就是外审委员会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又放了就是教学实践研究的成果报告当作是参考著作，也就是那个有点像是技术报告的一些部分。所以我整理资料其实也我自己整理，我觉得还蛮直接的这样子，就是学术成果基本上我就是把这些期刊论文、研讨会跟这个报告全部都算是装订在一起。那然后在这些资料的最前面，我再多加了一些算是描述的部分，譬如说去强调一下说，在我这些著作里面，其实我整个从副教授到教授的过程当中，教学研究的焦点是包含哪一些，然后也想要让他看得出来说，我是循序渐进的，从师生的互动啦、学生的动机的提升，到主动学习的习惯的建立，然后再批判思考，然后到产品的创作力跟努力意愿的提升，我让他知道说我其实是一个算是一系列的一些算是产出这样子。所以大家可能在整理的时候，其实就是看你到时候有哪一些资料，主要还是要想一个算是包装跟说法，把它整理起来，然后让他知道你整体来说是想要整体性的想要提升你在教学上面的哪些面向的一些成效这样子。那我也想要在那个资料里面也强调一下说，算是这些研究主题，如果是在我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很少文献有提供一些实证的研究，因为待会大家会看到，在教育部的规定里面有一个要强调说，你做这些教学实践研究的创新跟贡献。那其实在教学实践研究的创新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的解读都是在于说，一个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过去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使用这样子的教学方法，但是我们为了解决某些问题，我们挑战自己，然后我们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教学方法，譬如说像炳坤老师的游戏式的一些教学的一些部分，那些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可能是不太熟悉，甚至是全新的一些教学方法，所以用这个我们就可以来强调说那个是我们的一种创新性。那另外一种就是如果大家写那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文献探讨的时候，其实蛮常会发现到虽然你会看到有蛮多文献在探讨你想用的那个方法，但是可能你都会发现到他们比较多都是着重在国高中的一些部分，即使是在大学可能能够针对你那个领域那个科目有做深入探讨的也不太多，所以通常我都是想要抓这一个点来强调我自己所做的这些研究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领域能够提升算是提供的实证研究的一些贡献的一些部分这样。如果大家也有执行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话，这个你有在执行这件事情，我想应该也可以蛮强调进去，因为你能够通过这个计划，一定是代表说你在那些他要的重点上是有写得到位的。如果你刚好又能够去争取到那个绩优计划的话，除了著作之外，有这个绩优计划，我想应该会让审查委员更有印象深刻，是你这个做法是值得推广给其他老师的。因为绩优计划的一个选拔的一个重点是在看，就是你虽然是针对自己的教学现场做的一些研究，但是你可能在口头报告的时候，还有成果报告的时候，还去强调说，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实证研究，你觉得如果其他老师想要采用的时候，可以给的一些建议这样。那如果你的这样子的说法也有一些实际的证据的话，那应该你就在绩优计划上面的争取上面就会蛮有利的这样。那你刚好也可以用这样子的结果来去佐证说，你的算是研究是也有那个扩散的一些效益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教学实践研究计划这条路上，我们可以去努力的一些方向这样。所以这个是说，如果你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些结果，那我想他好像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几篇这样，主要就是说
看你的，我想这边会比较强调你的品质的一些部分，这样就是你里面的内容到底解决了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你的成效的一个部分，这样这些其实听起来好像是蛮笼统，而且好像不太容易达到，但实际上你在做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就已经开始在呈现这些东西，开始在收集相关的证据，这样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你已经投入在这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话，应该你就是随着计划的执行去收集那些证据，你其实就已经在累积你将来要去提这个管道的升等的一些资料，这样。所以其实我在准备这个升等资料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说花太多的时间，因为其实我在执行那些计划的时候，就把这些资料都准备好，然后说法的部分，就是比如说那个要解决什么问题，也是在那时候写计划跟执行计划，那到成果报告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也许是那个专办在用这个计划的时候，也希望帮助到老师的部分，因为大家应该会蛮常听到专办或者是那个总主持人会蛮强调说，他就希望把这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当作是一个桥梁，帮助大家走到最后一里路，就是升等的一个部分，这样。好，所以接下来的部分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那就是以教育部里面的规定，算是它真的有一些条文的部分，写的算是它怎么规定的，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用什么样子的策略来准备那一些算是成果这样。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如果去看那个就是教师资格审定办法的话，其实你会看到教学实践研究升等想要看的跟教学实践研究计划想要看的是很一致的比如说有验证成效，然后有具体的成果，然后这边的创新改进其实都是呼应到我们教学现场的一些问题，所以这边我蛮常跟老师们分享的就是这个创新跟改进，并不是说要求我们一定如果要走这条路，一定要开发出一个很全新的教学方法因为那样子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些挑战，其实可能根本不可能够做得到这样。但是在教学实践研究里面，如果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去采用一个不同的以前没有去用过的一些方法，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那就是一个创新，你就可以把这个采用的经验要解决什么问题拿来包装成是你怎么解读你的这个整个系列的一些不管是历程跟成果，你的创新是什么样子所以它主要就是在那个成果那上面的算是要送审的报告或者是著作，主要就是它只有规定说要这5项这样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时候，然后还有对可能蛮多老师来说可能比较困难的是红色的这一些就是你的教学理念它是不是有学理基础，那你做这些教学之后你怎么去呈现你的成效，然后你怎么去强调你的创新跟贡献的一些部分所以待会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就是我怎么样子去从一开始只是从对教学有兴趣到把这些理念学理基础成效创新贡献的部分能够比较具体的呈现出来，而且也写得出来一些有条有理的一些东西，其实我想应该是有迹可循的一个部分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在开始虽然说对教学有兴趣之前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说你的理念是什么，但这个其实在升等的报告里面是很需要去强调的，就是要去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想要做这样子的教学实践研究的一些部分，然后才会连接到后面的这些学理基础成效等等的一些部分。那其实你会发现到虽然我们现在看可能这些学理基础成效好像比较远一点，但实际上在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里面，它就是已经是里面必须要去考量的一些东西，也必须要去收集到的一些资料这样所以我才会说走这条路，我自己的经验是只要进行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其实我们就已经
等同于就已经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相关的资料收集好，就像刚刚炳坤老师收集了这么多的很具体的一些证据，想要让审查委员看了那些证据之后能够相信你的结果是真的有成效的一些部分。只是说如果要走像我们学校规定的教学研究这条路的话，我们主要就要再多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些成果整理成论文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些发表这样子。好，那首先是理念的一些部分这样。我那时候在想说，我一开始到底怎么样子有那些理念的？其实我自己的策略就是，我想如果老师有一些算是对教学有兴趣或者是有热情的话，可能都蛮想会去做一些教学创新。可能是因为你听了其他老师的一些做法之后，你想说也许自己可以试试看，这样子也是一种很可以开始的一个教学理念的一些部分。不过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不是很确定说那样子能不能称作为叫教学理念这样。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那我就在校内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要来尝试一下说，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讲教学理念然后去申请，我策略就是去申请校内的教学绩优的奖项，然后来看看说，因为这种奖项通常不只会是校内的审查委员，他也会邀请一些校外的。我想要借这个方式来测试看看说校外的委员怎么看待这样子的呈现方式，然后等于是透过那个这样子外审的一些方式来协助我说把这个理念越写越接近教学实践研究生等想要看到的一些东西这样。所以其实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一开始其实很简单，就是只是对于我自己的教学现场觉得有不太满意的地方。因为我刚开始到学校的时候教了一阵子之后，发现我蛮常面对到问题，就是学生好像就是不是很积极的能够参与到这个课堂里面，好像他们的学习兴趣不是很高。那时候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做蛮常听到的那个活化教学的一些方式，然后就用这种方式去做包装，然后就去申请，然后结果审查委员蛮常问的问题就是说，他不知道我这个算是这样子的做法，想是依照什么样子的学理依据，说我怎么知道这样子的活化教学可以去解决我的问题？但说实话，我一开始的出发点只是想要让我自己对于教育现场能够有多一点的信心，能够看到学生能够因为我的一些教学能够更有兴趣在学习上面。不过这个倒是没关系，就是刚好借由这样的方式去看看说，如果委员对这件事情是有质疑的，也许之后虽然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升等的一些事情，不过现在想一想那样子的质疑其实也是可以主要也是反映说，到时候如果我真的拿这样子的方式去写那个教学理念的话，可能审查委员也是会有一样的一些质疑这样。加上说刚刚看到那个教育部那边就有规定说要有那个学理的一些依据所以那时候这样子讲其实不太有效果，然后当然就没有得到那个全校的那个奖项那我就把那个经验当作是蛮好的学习机会，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再来申请看看。然后在第二次申请的时候呢，我就除了说观察自己的教学现场有什么问题之外，我也想说那是不是从学生的教学意见调查结果来看看有没有更具体的资料去证明说我真的有遇到一些教学现场的一些问题这样那同学就有提到几个问题，就包含说他可能听不太懂我在说什么啦，那甚至有的同学就说他觉得我的那个讲话的声调太平淡了，他觉得就是听一听就想睡觉这样，所以那个我就发现到好像是我自己在教学上面的一些缺点这样就是可以改善的一些地方，所以同样的我又想办法去提升这件事情，那就是包含说这边大家看到的，虽然那时候这样子讲好像审查委员听得蛮开心的，就我跑去听那个相声来练习语调的一些高低的一些部分，不过回过头来说，到底这样子做能够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跟那个学理依据好像还是看不太出来，所以虽然好像多了一些细节比较具体的知道我们的教学现场在哪，
问题在哪里，可是好像还是不太知道说这样子怎么样子去呈现说我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子的教学实践的一个研究的部分。所以这一年又是拿不到那个全校的一些奖项的部分。其实拿那个奖项，对我来说虽然也是蛮想拿到，因为那个对升等一定有帮助，但其实我更想看的事情是说，到底审查委员都在乎的是什么？尤其那些审查委员又是可能在教学上面，应该是在各校都已经有得过奖，那甚至就是已经有进行过相关研究的人这样。所以那2次的经验就让我因为他们同样都给了一些说你应该要更算是更具体的去呈现说我的教学现场的问题是什么，跟那个学理依据。所以第3次尝试的时候，我就想说就要去试试看怎么样子把我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不太想因为听到那些意见就大改我自己的原来的教学方式，因为我觉得我因为用那样子的教学方式，在我自己的现场其实已经看到很多的改变，我觉得那蛮值得变成是我自己的一些成果这样。我也希望说那样子的成果是不是能够包装成说能够接近就是教学实践研究的一个部分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这样应该就要需要有一些算是连结跟包装的一些方式。那后来就从这样子的角度就刚好发现了一些文献，一些报章媒体的一些算是报道，能够去包装我的这个问题以及相关的学理的一些依据。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一篇文献，这个张辉成就是刚刚炳坤老师说的那个学思达的那个教学方法的应该是发明人这样。那他就在这个文章里面他就有提到一些我们为什么要去进行一些教学创新的算是蛮基础的观察这样。譬如说我们可能都是在单项式的口述讲课，那这样子可能会造成一些缺点，然后他也提到这样子的缺点是因为什么原因出发，譬如说现在的学生学习意愿低落，如果是我们一直填鸭的话，那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如果同学可能本来还想要问问题，你因为要想要赶进度，你就不让他做，不让他去问问题，那你也不想了解，或者是说没有时间了解他到底懂了没这样，那这样子学生没有得到那个反馈，他的学习意愿就自然的会低落。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最佳的学习时间的一些部分，现在的学习同学的注意力的部分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高。其实这些原因，这些发现或是这些观察，它都可以变成是用来连结我们可能老师们现在已经有在尝试的几种教学方法的一个基底。譬如说我的升等里面主要的代表著作是用那个即时反馈系统，就是卡户来包装我来执行我自己的教学的方式。那个主要就是想要一方面是克服我自己的教学的算是缺点，就刚刚所提到的那个音调高低的部分。我自己觉得我的口才并没有到说像一些老师一样，光是用讲的部分就可以让蛮生动的让同学就是很注意力在听。我觉得以我自己的声调来说没有办法做到那件事情。然后如果再加上说学生的注意力只有这样子，然后再加上说如果想要也给他们一些课堂上的回馈的话，我想应该是需要一些工具的一些部分。那时候我就觉得听到有些老师分享卡户那个算是那个软体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可以用来解决这边所看到的几个缺点的一些部分。所以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说，其实走这条升等的路，尤其是要放代表作那件事情，其实就好像也不用太复杂这样子，就是你能够讲清楚说在你的教学现场里面你主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它可能发生的原因在哪里，针对那些原因你找到一个对你自己来说最好用的一些方式，即使它很简单也没关系。像卡户就一个算是蛮简单的介入到我们自己的教学的做法里，但是却能够发现到就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一个算是教学的一个介入，就能够去提升同学的学习意愿跟兴趣，甚至还可以提升他的算是学习成效。那这样子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们就可以把它包装成是一个算是蛮有意义的一个算是教学实践研究的部分。
而且加上说这种工具型的又比较容易能够去扩散给其他老师做使用这样。所以在我们自己要去，虽然一开始我们的出发点是想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你的问题解决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再去思考看看说，那我们如果其他老师想要用的话，你觉得可以用什么方式把这个算是让他也去使用这样子的教学方法这样。好，那这边就呼应刚刚所提到的，可能老师也完全不知道学生的学习状态，跟你如果一直讲的话，可能会破坏他们学习的一些算是更多的一些机会这样，所以它就变成是我一开始想要算是包装这个卡户为主的即时反馈系统的一个动机这样子。所以加入了这些东西，把这个加到算是我的整个方法的或是研究的动机呈现里面之后，看起来就蛮具体，而且又有学理的一些依据，然后我再去搭配说我本来就有在做的，这个就是刚刚一开始就是第1年啊第2年啊那边就有在做的部分，那我就会说这个可能还算有效，但还不太够，那就需要去刚刚所提到的考虑到现在学生的特性，对我们的自己的教学做一些翻转，那这一些翻转也其实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创新的一些部分，然后再加上现在蛮多老师可能也都知道这个学习金字塔，就可以用来解释说，我们以往大概都是让同学进到都是在这种被动的学习，只是聆听啊、阅读、听跟看，这个对他们的学习保存率，就是他能记得多少跟会用多少，其实不太有帮助所以我们可能做的任何的一些教学活动，都是希望同学能够进到这种进阶的思考。那这个也可以成为是我们方法的学理依据，来去陈述说，我们的方法为什么能够有效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那个问题，这样子。所以像这样子的算是理论的部分，不管是看其他老师的教学实践研究的报告啦，或者是期刊论文，或者是听他们的口头报告，或者是学校的邀请的人的分享里面，其实大家都能够把它收集起来。也许你哪一天想要去提升等的时候，想要把你的这个教学方法能够包装的更扎实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理论去做搭配这样。所以我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可能自己都不是教育学门的老师，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去听他们的一些成果，来想办法连接到我们本来自己就有在做的事情因为我走这条路有个动机是说，我就是边做教学的时候，我就实际上就是在边做这样子的一些研究这样。我希望说能够就是把这两个能够真的把它结合起来，就是不用额外花太多的一些时间能够去把这些资料可以把它整理起来这样子。好，所以我就把它变成是这种互动式的一些教学这样子，就特别是这种导入卡户的部分。那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说，这样子的呈现方式，主要是那时候在算是校内算是申请那个教学奖项就是看起来这样子就还蛮具体的，然后这样子的说法其实也蛮能够打动那个审查委员，所以那时候我就了解到说，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用有故事的方式，然后搭配说就是解决这个方法的关键在哪里，这种学理依据去呈现，看起来外审委员是能够听得懂，而且也能够认同的一个部分。所以后来我在写或者是执行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时候到最后再整理那个升等的资料，其实都是用这样子的逻辑去做包装这样子所以这个方式也是提供给老师们做一下参考这样。好，那后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的比较快一点这样所以譬如说如果我们要用 PBL， 那时候的我想到的跟听到其他人老师讲的学理依据，可能就是给学生问题就让他去从问题来思考，因为对现在的学生来说，他们可能蛮喜欢解问题的然后特别如果这个问题又能够跟他那种游戏有关不管是像刚刚炳坤老师说的游戏式的学习，或者是卡户这种即时反馈系统，也是希望能够让同学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就很像是在玩游戏，
它有挑战性，有立即的回馈，然后也有成就感，然后甚至还可以跟他的同学 PK，用一组一组的方式或个人的方式。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元素融合在我们想要搭配的教学活动当中的话，那看起来应该能够对他们是有帮助的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把这样子用这种方式把这些包装起来这样，然后去陈述说，那这样子我在执行这个卡布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子来做这个教学的方式啊？为什么这样子对我的教学是会有用的？然后包含说同学答对的时候可以有立即回馈啊，然后老师也可以立即检讨问题的答案，如果那个答题的状况并不是很好的话。所以像这些主要也是在我们把这些成果在写成期刊论文的时候，蛮好发挥的一些地方这样子。那我就讲快一点好了。所以这边就是我一开始的出发点。那因为就是尝试了这样子之后，我就想说，这样子的说法看起来是蛮好的，然后也能够去说服审查委员。所以我就用那样子的方式去申请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然后也用来呈现在升等的时候需要的这些学理基础啊、成效跟创新跟贡献。但是大家可能有发现到，在前面的算是分享里面，其实成效这件事情，是并没有很清楚的呈现出来的。就是到底把即时反馈系统融入到教学之后，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什么样子的成效？那我们有没有真的收集到那些证据这样子？好，所以如果是执行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执行的过程，甚至在写这个计划书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把我们本来就有在做的一些事情，把这些需要的学理基础先整理好，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成效的部分也能够把这个资料给收集起来，这样。所以走这条路我都真的以我自己这样子走过来的经验来看，我真的是蛮推荐老师们，就是除了申请校内的奖项，去看看自己的教学理念是不是能够让别人听得懂，然后也获得别人的认同之外，也透过执行这个计划来去把这些需要的学理基础啦、成效的东西能够厘清得更清楚。好，所以就是我在跟老师们分享说，这个其实在写这个计划的时候，其实那个原则跟准备升等的原则，我想是一样的，包含说写这个计划的时候，蛮重要就是动机的部分。那就是如果老师们是刚开始，或是想要已经在路中，然后想要再多一步一步的去让自己的算是这个研究的完整度能够再提高的话，那像写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看说，那这样子我们在教学现场当中，除了自己最困扰的问题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很期待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譬如说，可能现在蛮多老师在解决的就是学习动机，所以你也可以说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些方法，即使你是从别人那边学来的，但是你可以很有效的提升同学的学习动机，这个就有办法能够包装成是一个不只是一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期刊论文的一个部分。那当然你因为有了这些想法的包装之后，到时候在写这个升等文件的时候，你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呈现你自己的教学理念的一些部分。好，所以这边就是动机的部分，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下参考这样。好，只是说这边比较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事情就是在呈现或者是写不管是呈现你的结果，或者是在写这个计划书的时候，都要避免说不要只是让它只是单纯的教学设计，而是要把那个问题写得真的很具体这样。就譬如说你要呈现同学在你的课堂当中你想解决的问题，想要研究的问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他们的譬如说学习动机，那你可能在你的升等文件啊，或者是期刊的文件里面都要把它描述成就是让好像审查委员就好像坐在你的教室里面，可以亲眼看到那个问题。譬如说在你的班上，可能在你还没有实施你想要用的，不管是导入那个即时反馈系统，或者是游戏化的学习之前，你都去
说，可能他们可能50%可能都很容易在上课15分钟后就睡着啊，甚至有的同学就开始滑手机等等的。你能够描述的越清楚，就能够让这个研究的价值可能可以更呈现出来，因为你的那样子的研究教学的一个现场，可能就是别人也遇到的一些情况这样所以你如果能够把它描述清楚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能够去说服别人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一篇论文或者是一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都建议说只要考虑一个问题就好，不要一次想要解决太多的一些问题。那像可能蛮多老师在第一次写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想要提升同学的学习动机啊，主动学习的意愿，批判思考的能力等等。你可能真的发现你的教学现场有这么多问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是把它拆成就是每一年就是解决一个问题为主。那这样子就会变成你每一年其实就会有你的自己的教学实践研究成果的一些产出，然后你刚好你也可以把这些问题到时候在写那个升等文件的时候就把它整理成那个就是你整个在这个职级里面你关注到的教学现场的一些问题跟想要解决的一个地方这样。所以譬如说整个教学实践研究的历程来说，就是先从学生的学习动机开始，然后再想要解决他们可能比如说上课如果问他们问题的时候，通常就没有什么反应的一些问题，然后到希望他们能够批判思考，不要只是想说要懒人包，老师如果都能够讲考试会考的地方，这种速成学习，希望能够让他们对于学到的东西有批判思考的一些能力，然后也能够体会到这个知识是怎么样子被发明创造出来的一些部分。那到可能他们在学习我们的自己的专业科目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失败，然后就逐渐不想努力，然后就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学得好。这个也是可以变成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解决的问题，因为现在可能同学在对自己的自信心上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足够，所以那个也是我们能够去协助到同学的一些地方。那到后来我就是在解决说，希望同学我们的教学方法不要只是关注到成绩好的或成绩中上的，如果是成绩没有那么好的同学其实他们可能只是欠缺一些算是一些专门的一些协助不管这个学习的协助是透过老师或者是透过同侪所以我就想要解决这种学习成效落差的一些部分这样。那到现在就是可能很多老师都面对全英授课的部分，所以全英授课也可以变成是我们在教学实践研究上面的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但主要也是要去看说在全英授课上面我们遭遇到什么困难。其实蛮多困难都来自于你观察到同学的动机跟成效的部分好像不是很好，但是成效那件事情就是算是蛮笼统的一个字，你可以自己定义说那个成效是指什么，然后来发展出来说你自己的算是各个研究主题譬如说成效可以指成绩，可以指同学在全英授课里面的比如说自信，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表达能力等等的甚至在全英授课里面可能你想要让同学有多一点的参与，你只是想要说你问问题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举手，或者是乐于参与讨论，这一些都可以把它设定成是我们在我们整个过程当中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把它拆成一年一年的计划来做这样。所以我才会说就是每一年执行计划的过程，其实我们同时就是在准备我们的算是升等的资料这样子，因为我们每一年就是针对一个问题去做解决，然后去收集到证据，然后一年一年的看老师们觉得到第几年的时候，你觉得已经可以开始尝试看看了。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来看，感觉4年应该已经可以来尝试看看的一个部分这样所以这个老师可以再评估看看，然后也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可能在自己校内其他老师的一些意见。不过就是你
边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把它当成说，其实你就是在准备这个升等的一个算是过程这样。好，那在写这个计划当中，其实你就会去做那个文献探讨啊，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教育部要的升等计划里面的学理依据。因为你在写那个文献探讨，其实你就是在规划，也去厘清说为什么需要去执行你想要做的那个教学方法，去证明那个教学方法的妥适性跟必要性。所以其实你在这个文献探讨里面所找到的那些论文，那些文献，除了是放在计划书里面，应该也会出现在你的那个期刊论文里面，然后也会出现在你的升等资料里面，你用来强调你的学理依据的一些地方。当然如果你的升等的资料是像我一样，就是把发表的期刊论文算是把它整理起来，一篇一篇的整理起来，依照一开始刚刚有跟大家分享，我一开始先有一个算是整体的一些观念，说我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去发展我自己的这个教学，然后我关注的问题是什么的话，那你就可以依照这个顺序，把你的那些论文就把它放在那个 overview 的后面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的一些地方这样。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在升等文件里面说要有那个成效分析，那一样在这个计划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部分。如果你在计划书里面并没有先理清你自己要怎么做这个成效分析，其实你那个计划应该也不太会通过这样。那反过来说，如果你已经开始在执行那个计划了，代表你那样子的分析方法是获得算是一定程度的认同的，那你就可以比较放心的用那样子的方式去收集你要的资料，并且可以比较放心的把那样子的资料放在你的升等资料里面去这样。好，那像这边研究设计的部分，也有一些算是我自己觉得算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填写的一些算是策略这样。所以如果你有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准备的话，其实你就会去厘清说你要用到什么量表跟问卷，然后有什么评量的一些工具，然后你可能也会做到前后测，比较能够去知道说在用你的方法之前跟之后到底差多少。那等一下我想应该就用一个范例让大家看看说，大概如果你想要把你的研究成果做一些整理，那不管是要准备那个教学实务那一边的资料，或者是教学研究那边的资料，我想应该都可以给大家连同炳坤老师刚刚给大家的那样子的范例，给大家一个多一点的算是概念，说我可以怎么样子去整理那个部分。那其实我的整理方式就是跟着教学实践研究要的那些重点去陈述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好像对我来说比较简单。然后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收集的证据要确定它是真的可以回应我们要解决的那个问题。所以一般来说在教学实践研究里面，如果你只是写你会用教学意见调查来评估你的成效的话，是蛮难被接受的。所以主要就是要看你要解决什么样子的教学现场的问题，然后就收集相对应的证据，那再搭配教学意见调查来反映说，因为毕竟在你的现场里面，你用了一些不同的方法，那蛮多老师会提到说，他如果用了太多的方法，同学反倒是对于这门课程会越来越不喜欢，甚至那个老师最后就觉得说，他好像不太想再做教学实践研究，因为只要用了，就好像会让这门课程变成是对同学多了很多负担这样，所以才会说就是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就好。那你可能也要想想看说，在搭配你的原来的教学现场的特性，如果即使你要导入游戏化啦、即时反馈啦、PBL， 可能你也没有办法照别的老师的方法去做，因为如果你真的一步一步的都学他们，搞不好对你的学生来说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这些经验还有这些你遇到的问题，其实都是在不管是期刊论文里面跟你到时候升等的文件，你可以去陈述出来的地方，因为这个都是你能够提供的，算是你的这些成果能够提供的实证研究的一些价值的一个部分这样。好，
所以这边就很快的让大家看一下说，我都是怎么样子去包装，还有去陈述我每一个研究的一些主题。像这边刚刚有提到想要提升，想要缩短同学的学习落差，然后主要就是用前一年的同学的平均成绩跟标准差，在期中考、期末考来特别呈现说这个是我前一年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让它能够更具体。如果你能够有一些数字啊，然后有一些甚至是有一些问卷访谈的一些结果来当作是你这个动机的出发点的话，我想都是一个蛮好的用来陈述的一些证据这样。那接下来就是提到说，那要缩短这个学用落差，在文献里面我看到了什么，以及我怎么根据这些结果来说明说，这个方法是真的很值得导入的。这个到时候就是在写那个计划书，你在搜寻相关的文献的时候，你就能够去试着找看看说，你那个问题，譬如说学习落差，你就在譬如说我自己蛮常就是用 Google Scholar，去找这个学习落差，然后去搜寻看看其他老师都是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导入这种因价理论，所以你就可以去看看这些是不是可以变成是你的学理依据，然后再从这个因价理论里面再去找到一个最适合用在你的教学现场的一个方法，因为这个就会变成是你的代表性，这样就是在你的现场你要解决那个问题，在那么多种比如说因价里面你发现了哪一种是最好的，你把你的那个原因写出来，你那个原因可能也会变成其他老师在评估要不要用在他的现场的一个原因。所以譬如说在很多的方法里面，我选择那个同侪因价，那同侪因价里面又有一个我发现到这几个做法在我的班上是最有可能实施的，包含说请同学做这个心智绘图啦、问题提问、口说发表跟那个同侪因价。然后它的同侪因价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我觉得在我班上能够去刺激同学可以算是在真的要同侪，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分组，然后组内的同学可以去做学习。可是这个通常会遇到问题就是，然后也容易被审查员质疑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确定成绩好的同学真的会教成绩比较不好的同学？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分组的时候，蛮常可能也会看到成绩好的同学就找成绩好的同学，那这样子成绩还没有那么好的同学还是被晾在一边这样。所以我就看到说，那这样这个方法里面它有这种异质性的分组，把同学分成这种教练啊、明星球员、老板、黑马，让每组的同学在他的组里面有他可以贡献的角色，然后也可以因为他的不同的角色获得不同的积分，来刺激说比如说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他可能分配到的角色是教练，他就愿意去教比如说黑马的同学，然后让他们这整组成绩好的同学因为教别人，他更知道他的算是懂不懂那个知识那成绩还没有那么好的同学，因为他成绩好的同学愿意教他，然后又可以得到更多的那个积分，他可能对自己就能够有更多的自信。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文献的时候，就可以去分析说它这些特性哪一些是我们的课程很适合的如果你又把你课程的特性写清楚的话其实这个应该就可以把它变成是我们研究的一种实证的一些价值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去呈现说，那这样子在这个研究我想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有哪一些通常我都是写3到4个，然后针对这些研究问题，我就会再去就是不管在期刊里面或者是计划书里面，就去写清楚，那我会收集到什么样子的证据所以这些证据将来就会是在我们的那个升等资料里面用来呈现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到底是怎么找出来的一个部分那也要呈现一些研究架构，可能去说明你介入的有哪一些，那你希望看到的是什么这样。好，那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里面，可能在实证上面可能会更有价值的地方是，你因为知道这件事情你想要导入，但是实际上你在你的课堂上怎么导入的，你的具体的做法你也可以算是把你的这个做法把它算是写在你的教学
算是实施方法里面比如说这个异质性的分组，它必须要先知道同学的一些基本的算是背景，我才可以把它分成这4类的一些角色所以我就把我怎么譬如说透过一些 Google 问卷，然后我问哪些问题来做这个分类的部分也把它算是分享在那个计划成果跟期刊论文里面这样子主要就是基础能力跟英文能力的部分，然后去呈现他们真的是有蛮大的落差，然后就用这个来做分组之后，最后就是成效的部分，就搭配刚刚看到的那个算是收集的一些证据，然后去看说这样子是不是说这4类的角色的同学，比如说黑马真的一开始他的成绩是比较跟不上的，但是因为导入那个方法之后，可以具体的看到说他们的成绩一直在上升，甚至有一些算是情况底下，他可以跟教练的同学有差不多的一些成绩，还有些作业可能比较难，那但大家可能都同时掉下来，但整体最后来说，黑马跟教练的成绩的差距是能够缩短的。那用这个来当做所以这样子，我也从他们的期中跟期末考看到他们的这个标准差，这标准差是可以明显的降低的，即使是在期末考比较难，它也就是标准差也没有因为譬如说这个导入英语授课而变差这样子。好，然后也搭配说一些其他的量表来佐证说为什么同学能够有这样子的好的表现或者是说可以去看或者是去说这样子去帮助不管是就帮助那个成绩还没有那么好的同学，其实对于全班同学的自我效能感就是他们的自信心来说都是有帮助的。那我就多用了这些量表来呈现这个成果的一些价值然后去看看说是不是真的有显著的一些差异的部分，然后也去看说这样子是不是也能够提升他们的学习态度。那这个其实都是对应到我设定的那个研究问题所以其实我都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根据研究的问题看我要收集什么证据，把这些证据也都呈现出来，然后去分析说它是真的有得到那个提升的一些效果所以其实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在期刊论文跟升等文件里面，可能特别是要写这个建议跟省思这边因为是那时候成果报告时间有限，就写的比较简短如果老师们有兴趣的话，倒是可以再看看说前面有提到的那个一些期刊论文或者是教学实践研究成果报告的部分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一些说明如果老师们需要我再跟你比较具体的说的话，也是可以在 email 给我这样子所以最后这个是要去强调说你这个方法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延伸到类似领域的老师，如果他想要用这种同才音架，那他可以怎么样子用，他需要注意到哪些地方那你可以有一些建议提醒给他们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让你的研究再去连接到说它有推广的价值，有推广的价值，你就可以去想就有机会去争取那个绩优计划，那有推广的价值，你也可以去呈现你这个研究的算是价值跟贡献的一个部分，那也呼应到教育部要的那个东西这样所以以上主要就是说那就可以用这个方式一年一年的透过去执行那个计划，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收集起来，那你可能4年之后你有4个研究主题，那就是建议说就是再写一个算是比较概观的部分，去强调说那你这4个问题彼此之间是不是有连结的，去说明说那你让你整体在这个升等里面，你想要强调你这个一系列的研究能够解决到的算是研究问题跟你的算是理念是在哪里这样所以这个就可以给大家再做一下参考。那可能大家做那个算是这样子的研究之后，你会想说是真的可以投稿到那些教学实践研究期刊吗相关的期刊我自己一开始也蛮怀疑的，所以就试着去申请看看那实际上你如果做得很好的话，应该会有老师主动邀请你，因为像现在像这个期刊他也希望说譬如说有得过绩优计划的老师也可以尝试去申请，那他们至少说跨出第一步去看看。那我自己也是说就把我那个即时反馈系统投稿到这边看看，然后真的发现说这个这样子这一类型的期刊
主要真的看的就是你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把自己的问题写得很教学方法，然后怎么解的，然后它的学理依据写得很清楚，然后怎么去扩散到其他课程也写得很清楚。那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标准去做审查。那这样子的论文，那时候被接受之后，其实也就是启动我对教学实践研究升等的信心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样子好像，因为毕竟那个审查也是有外省委员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用这种整理方式，就是其实我自己整理那些，就是有一种像是有一种 template 的概念，这样就是从那个动机的部分到文献，到学理依据，然后到教学方法跟最后的成效，那这样子一篇一篇的，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起来，这样子。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就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那个教学实践研究论文撰写的一些重点，这样，就是可能比较快一点点，就是教学实践研究论文跟教育类的学术研究论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主观，然后是感性的，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教学现场的观察，然后还有我们那样子的现场对我们自己到底造成多大的困扰，所以其实都是以我们自己的现场来做出发，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去找到最适合的方法来尝试解决问题，然后去把我们的成效跟实施的过程当中面对的挑战，即使同样都是要执行即时反馈或是游戏化的教学，可是用在他的课程跟用在我的课程要解决的一些细节问题是不同的，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算是写在我们的成果报告跟论文，那跟后面的升等文件里面，这些都会变成是我们在升等上面很容易去强调我们的研究价值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去看看所谓那这样子那个期刊里面有哪些可以投稿的，比如说一般论文啊、教学实务纪要啦等等的一些部分。那下面这一些应该就是呼应我前面说的，那我就讲快一点，就是研究动机啦，然后常见的问题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提醒一下的。到时候大家要把自己的教学实践研究成果的报告转成期刊论文的时候会被问这些问题，这个就大家参考一下。好，那还有这边看到的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红色的这一些，这到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拿来检视一下，因为毕竟在写教学实践研究成果报告的时候，看的重点跟期刊论文看的重点不是那么一样，这样成果交流那边讲的比较像是你有哪一些成果，然后你怎么去看到它是你的数据上怎么看得到它是有效的。可是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蛮常是要去解释为什么的部分，比如说你这个独特性啊，然后必要性在哪里。那如果你有，比如说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成果真的有提升，那提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会非常严谨的一个一个因素都要把它拆解出来。所以这边就大家可以再参考一下，就是如果要准备这个期刊论文的时候，我自己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协助我把这个比较容易的把成果的论文转成研究论文这样。好，所以这边有一些总结的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这些几个章节的部分，其实蛮多，它都是还是基于你的教学实践研究的成果，只是说针对期刊论文，它很重视那个可不可以重现，然后你的各个结论的严谨性，你说这个方法可以提升什么样子的成效，那你怎么证明这个方法是可以提升的？提升的效果在哪里？提升的学理依据在哪里？那是不是有一些变数你有控制得很好等等的一些部分，所以这些大家可以再参考看看，这样应该就能够把你的教学实践研究的成果去连接到论文的部分。好，所以我自己的算是走这条路的算是model 是这样子，就是都是从我想要解决的教学现场问题，这个就是平常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观察的地方，然后把它拿来写这个计划，然后去执行计划过程当中去收集那些证据，然后把那些论述都弄好之后发表论文。那发表完论文之后，
那些论述就比较容易可以放在我们的那个升等资料里面，因为不管是你写这个计划跟这个论文里面要放的资料，其实都很直接呼应到教育部对于教学实践研究这条路上想要看的那些动机这样子。好，所以这边是说，如果老师们就是你其实是对教学有兴趣的，那你想说，是不是说我可以多一条路，或者是说你其实对学科研究觉得不是那么想说还要再投入时间在那上面，那你想要多投入在教学上面，其实教学实践研究升等是一个也能够让这样子的老师让我们能够多被看到的一些机会。那如果你还可以把它跟教学实践研究能够连结在一起，其实光是你能够执行那个计划，你就已经能够去强调说你这样子的想法是获得一些肯定的，然后外审委员也会因为这样能够算是当成一个证据去强调说你这样子的研究是有它的道理以及有它的价值的一个部分这样。好，所以最后大概就停在这一页这样子，就是大家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些方式来尝试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些资料都在你边教学的过程当中，边执行教学实践研究的计划当中，就把这个资料给整理起来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一些简短的分享，谢谢大家。